女子的妹妹抢了他的婚约，还把他送给一个纨绔当玩物。他转身爬上了皇叔的马车。我能救你，你要如何救本王？让我待在你身边半年，我会让你知道怎么救。陆昭灵被人追杀，在最后一口气爬上了晋王的马车，而晋王身上有着地心子气，因此助他死而复生，从这个小姑娘身上活了过来。他需要时间恢复，需要他的子气。就在这时，有一队人马赶来，气势汹汹拦住了马车。此人正是轻福侯世子朱明浩，最得太后宠爱，在京城向来横行霸道，无人敢惹。世子，那丫头在马车上。世子，这马车看着眼生，小的们怕惹事，这才没有上前抢人。管他眼生眼熟的，把人给本世子拉出来。众人就要上前，此时一旁的侍卫怒吼：大胆！晋王回京，谁敢放肆？此话一出，如同一个响雷，炸得周围所有人都呆住了。晋王5年前离京休养，许久没有消息，现在竟然悄然回京了。马车里，陆昭灵靠坐在一角，看着眼前的男人。这个交易你不吃亏，毕竟你这条命很贵重，没我救你，你活不了几年。这是他第二次说能救他了。晋王周时月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你倒是先说说，本王哪里需要你救？陆昭灵的手指戳了戳他胸膛，那个黑色印记竟然仿似有生命一样，缩了一缩，颜色瞬间浅了几分。嗨嗨，确定不需要我救吗？晋王，我是轻福侯府的朱明浩，那个丫头是我小妾，你快把人交出来。晋王当街跟他抢女人啊，传到太后面前，太后肯定是护着他，谁不知道太后不喜欢晋王？你堂堂王爷，难道要捡本世子的妾吗？说完，朱明浩飞快地钻到前面，唰地拉开了车帘，马车里的一幕呈现在众人眼前，有眼尖的百姓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一幕，顿时都倒吸了口凉气。不是，那姑娘钻上马车就跟晋王亲热了。唰的一声，车帘又被拉下，晋王的侍卫已经一把踢开了朱明浩。王爷恕罪。朱明浩从地上爬了起来，又痛又急又恨，跳着脚嘶声大叫着：晋王，你太过分了，你竟然碰了我的小妾，下贱丫头，不要脸，不知羞。马车里，陆昭灵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接收了脑子里乱哄哄的记忆。凭他也配？半年需要本王现身？呵，你想的真美，这半年你把清白守好了，就你现在这样，沾染床是死得更快。晋王手指轻抚着腰间一枚玉佩，目光又看向了他的手。就冲你这歹事，接下来半年你会与本王护着了。外面又传来了朱明浩气急败坏的叫声：贱人，你还不赶紧滚下来向本世子求饶，你都脏了，除了我，看以后还有谁要你。不想嫁不出去，就立即滚下来舔本世子的血，乖乖回去当我的小妾。陆昭灵听到了外面百姓窃窃私语的声音，这是闹大了，他还真有可能是名声败坏，结局悲惨。还有力气吗？要不要出去亲手打狗？轻福侯府，你罩得住吗？只管打，打死了，本王也兜得住。陆昭灵猛地掀开了车帘，站了出来，让人看清他的模样。朱明浩，你掳人在先，还敢胡言乱语败坏我名声，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模样，脸色苍白，脸皮浮肿，眼底青灰，一副短命相，我看得上你？明明是歹人掳了你，是我把你救了，要不是我，你早就被歹徒糟蹋了。你当时就说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哭着喊着要嫁给本世子。马车里一声低笑，陆昭灵回头，正看到男人食指微曲抵在唇边。怎么没力气打狗了？陆昭灵从他这么个神情中看出了几分细细，他站在车辕上，挥起鞭子就朝着朱明浩狠狠抽了过去。你敢打本世子，你是不是活腻了？鞭子结结实实地抽中了他的肩膀，力道之大，直接就让他肩膀歪下，摔倒在地上。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个狗都不如的恶棍，打的就是你。陆昭灵一鞭鞭抽的朱明浩真的哭了，他趴在地上，痛得爬不起来，快被抽死了。你给本世子等着，我一定饶不了你。陆昭灵听到他的话，眸光一暗，等着侯府上门寻仇吗？晋王说好护着他的，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跟晋王早就两情相悦，定了终身。晋王是我未婚夫，你要找我麻烦可得掂量着点。周围百姓眼珠子快凸出来了，有人忍不住惊呼出声：王爷回王府吗？去陆家，让府大夫也去。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咋咋呼呼的做什么？谁不好了？大小姐回府了。你喊谁大小姐？陆昭云腾地站了起来，瞬间气炸。陆府，她才是大小姐。奴婢说错了，是二小姐，二小姐回府了。她怎么可能这时候回来？真的，老爷夫人都在前厅迎着呢，还要让我爹娘亲自去迎，她哪来这么大的脸？我去看看。小姐等等，二小姐是被晋王送回来的啊。这位小哥，你说晋王把小女送回来了，就在门口。是陆昭灵，陆小姐是大人之女吧？确实是我那不成器的女儿，他人呢？陆小姐身体不适，请大人找2个人出门扶她。她自己到了家门口还不能进来，还得让人去扶。乡下养大的孩子怎么能娇气成这样子？太不像话了。清风看了他一眼，只觉得陆昭灵长得和陆夫人一点都不像。陆明低斥了他一句：吵什么？没听到晋王送她回来的吗？他赶紧叫了2个家丁过来，去迎晋王。陆大人准备让他们去扶陆小姐，2个男人去扶陆大人是在开玩笑吗？对，
我这一听到晋王回京了，激动的脑子不清楚，夫人还不赶紧叫2个丫鬟？就他是多，依我看，他肯定是使着法子要让我们亲自去大门口迎他。一行人呼啦往大门走，陆昭云赶了过来，立即跟上。娘，真的是晋王送二妹妹回来的，也不知道他怎么勾搭上的，果真是乡下养的，没规没矩，没脸没皮。他们赶到了大门口，看到了眼前低调的马车。下官陆明见过晋王，恭迎晋王回京。虽然隔着车帘没看到人，但谁敢随便冒充王爷？陆大人养了个胆子很大的千金。陆明却是脸色一变，晋王这句话是不是要问罪的意思？陆昭灵是做了什么？他心有点慌。晋王当年就不是好惹的。王爷，下官这个女儿自小养在乡下，肯定是性子粗鄙，言辞无状。要是有冒犯王爷之处，王爷只管责罚。晋王看着晕迷的少女，神情一审，这明显爹不疼娘不爱，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先自己给他安了罪名。晋王轻笑一声，把人推了出去。等夏府大夫会来给他治伤，在他醒来之前，好生照顾着。是，下官一定让人好好看着他。马车掉头离开，还不把二小姐扶进去，让人等着府大夫。老爷，晋王把人打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还请府大夫来给他治伤？府大夫可不是谁都能请得动的呀。晋王肯定是要治好了人好，重重责罚。陆昭灵摊上事了。爹，我去看看二妹妹，先问清楚是出了什么事，可别让她连累了您。还是昭云懂事贴心。行，爹把她交给你了。女子的姐姐为了得到王爷的宠爱，竟然亲手陷害自己的亲妹妹。二妹妹可真是好本事。晋王把我送回来的，我脸上的水是你泼的？是我泼的又怎么样？这样。陆昭灵，你竟然敢打我！我是你姐姐。陆昭云感到震惊，以前的陆昭灵是一个任人欺负的丫头，现在怎么不一样了？说你是不是陆昭灵？怎么，陆府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长什么样子？陆昭灵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陆昭云咬牙切齿地看着陆昭灵。你6岁就被送去了乡下，现在跟小的时候又完全不一样，谁能认得出来？所以10年不管不问，没人去看过一眼，还有理了？陆昭云想到了自己刚才跟父亲做的保证，会把事情弄清楚，他又深呼吸了口气，把这一巴掌给咽了下去。爹娘明明派了人去接你，你为什么会跟晋王在一起？陆昭灵头晕着，没有出声，打量着他的样子。陆昭云又充满恶意的猜测：二妹妹，你该不会是在半路遇上了歹人吧？老天爷，你的伤是不是那些歹人打的？他们还怎么碰你了？二妹妹，你身上还有没有别的伤啊？陆昭灵看向他，看到了他脸上清晰的恶意。你想说什么？二妹妹，要是真遇上了那种事，你就说出来吧，我会去找爹，让他一定找到那些歹人替你报仇。陆昭灵忍不住笑了：你是不是想问我是不是被人糟蹋了？说的这么直白，陆昭云脸都不禁一红，但是眼睛发亮，恨不得这是真的。让你失望了，我好得很，比你更清白。二妹妹，这种事情你不能瞒着，要是真被玷污了，得让人准备避子药，否则万一怀上了歹人的骨肉，你会被沉塘的。昭云，府大夫来了，你妹妹醒了没有？门外传来了陆夫人的声音。府大夫怎么会来得这样快？娘，请府大夫进来吧，二妹妹醒了。陆明和陆夫人带着一个头发和胡须都花白了的老人走了进来。不是说受了很重的伤，人怎么没在床上躺着？陆夫人飞快地给了陆昭云一个眼色。昭云见过府大夫。这时候客什么套？我说那小姑娘呢？府大夫，我刚刚正在劝妹妹到床上躺着，可她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闹着不让人靠近，她这会不会是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呀？陆夫人眼珠一转，立即就哭了起来。我的乖女儿呀，你出了这档事，以后可怎么说亲怎么见人呀？这是要毁了她的清白吗？陆昭灵目光冰冷，陆夫人已经扑到了她的面前，还真挤出了2滴眼泪。她抓起了桌上的空碗，就朝陆夫人砸了过去。哎呦，我的腰，我的腰！你这孽女，竟然对你母亲动手！我母亲不是死了吗？她一个上门打秋风，还顺带爬床的女人，配让我喊一声母亲？老爷，我不活了！呜呜！昭灵她怎么能这么污蔑我呀？乡下长大的就是粗鄙鲁莽，这几天你给我……陆明顿时清醒过来，府大夫还在这里呢，怎么能让外人看了他家的笑话？真是让府大夫看笑话了。陆某这个孽女一直养在乡下，今天刚接回来，言行无状，冲撞了您，还请见谅。我是奉晋王之命来给陆小姐医诊的，不是来看你们闹腾的。是，府大夫请。老爷，我的腰扭伤了，能不能让府大夫先给我看看？好痛啊！先等等，府大夫现在代表着晋王呢。府大夫走到了陆昭灵身边，我看看你的伤。多谢。府大夫看到了陆昭灵额头上的红肿，脸色就已经变了，再看到他后脑勺的伤口，更是震惊。不对呀，这样严重的砸伤，流的血都把他的头发和后衣领染透了，伤口这么深，他竟然还活着。怪事，你现在什么感觉？晕、无力、痛。我这里有活血化瘀的药粉，一会给你上药，这几天一定记得卧床休息。女子的姐姐为了得到王爷的宠爱，竟然亲手陷害自己
己的亲妹妹。陆昭玲看着府大夫额中的黑气，您最近时常头疼吧？府大夫感到震惊，自己的状况这个小姑娘为什么知道？胡说什么呢？还反过来问府大夫了。二妹妹，有你这样咒府大夫的吗？他老人家自己就是大夫，怎么可能头疼？真头疼，自己就治好了。你让他们都出去。昭玲，能不能别胡闹？请陆大人带他们出去吧。陆明一愣，府大夫怎么还当真听这个孽女的？但是他们无奈只能退了出去。陆小姐，怎么看出来我最近时常头疼的？陆昭玲指向了她额头中间，这里有死气。死气，我最近确实时常头疼，而且怎么都诊不出毛病来。不过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这应该也是大限将至，这身体油尽灯枯了，兴许没几天就不能来给你换药了。您身上有玉吗？我帮你把那缕死气渡到玉石上，你就不会死。你这小姑娘怎么还戏弄起老人家来了？试一试，对你没有任何坏处。府大夫拿起了自己的玉佩，你的医术不错，就这样死了可惜。府大夫哑然失笑，把那玉佩取下递给了陆昭玲。你坐下。陆昭玲左手拿了玉佩，右手虚空轻划了划，手指按到了她额头上。府大夫瞬间就觉得这些日子一直晕沉沉闷痛又沉重的脑袋一下子就轻松了起来。他把玉佩放到桌面上，你且看着。府大夫目光落在那块玉佩上，那玉佩竟然就在他眼前碎了。好了，你的头不会再痛。府大夫摸了摸头，竟然真的没有那种闷痛了。他猛地抬头看着陆昭玲。陆小姐，你说刚才那是什么？死气。死气从哪里来的？有些人的确是寿命将近，自身滋生出死气来，但你的不是。你好好想想，头痛之前去过什么奇怪的地方，或是接触过什么奇怪的东西。既然是晋王让你来的，那我现在就狐假虎威一下。麻烦你让陆明给我另外准备院子，再炖些参鸡汤过来，还有给我安排个机灵的丫鬟。陆昭玲说完这些，就已经浑身无力地趴到了桌上。府大夫惊得立即大叫了一声：“陆大人！”陆明赶紧进来后，府大夫出口就是一串责问：“陆大人真让老夫开了眼界，陆小姐当真是你亲闺女？你陆家穷到揭不开锅了？不是，这从何说起啊？要不是穷翻抠搜，你看看给陆小姐住的这叫什么破屋子？晋王交代你们好好照顾人，你们就是这样照顾的。待老夫禀明王爷，你陆大人可扛得住王爷怒火？”陆明脸色一变，马上给陆小姐换间屋子，还有拿只30年份的人参给她炖上鸡汤，安排个机灵的丫鬟贴身照顾着。府大夫看了看趴在桌上的陆昭玲，是真有点心疼这姑娘了。老夫会把药交给她，她伤得重，药材都得用上年份高品质好的，诊金贵，陆大人可得把银子准备好。这屋子收拾一下就行了，府里本来就没有多余的空屋了呀。另外一位陆小姐不是没伤吗？真要没别的屋子，就让她俩换换。陆昭云脸色一变，娘。陆明看了看府大夫的样子，明白他今天是非管这事不可了。来人，把二小姐安顿到听暖楼。夫人还不去吩咐厨房给昭玲炖鸡汤？为了治好王爷的怪病，嬷嬷竟安排2个丫鬟贴身伺候。然而王爷不但拒绝，反而还把他们送给了别人。王爷，这是老奴为您培养的2个大丫鬟，跟着清风亲自辈，取名青灵和青音，以后就让他俩侍候您吧。青灵、青音2人上前行了礼，奴婢拜见王爷。你们俩人可会武功？奴婢擅长剑，奴婢轻功好些。收拾包袱到陆府去，以后跟在陆二小姐身边吧。庆嬷嬷整个人都懵了。清风，让人送他们过去，就说是本王之意。是。晋王下了马车，袖手于身后，管家和庆嬷嬷都提心吊胆看着他的腿。王爷，您的腿怎么样了？老样子，慢些走几步无妨。一行人一起进了屋，晋王坐了下来。王爷，青灵和青音懂事听话，勤快本分，老奴是想着您房里无人，总得有人侍候着，怎么把他们派出去了？那陆府的二小姐是有什么不妥吗？陆二小姐是本王未婚妻。王爷说什么？未婚妻？刚定的，在半路上。王爷，您不是说满京城用之俗粉令人腻味吗？遇到了一个没那么俗的，就是陆府二小姐，王爷看上了人家。是他看上了本王，主动求着嫁的。是陆明陆大人府上吗？老奴见过他家3位小姐，印象很一般啊。而且除了大小姐，另外2个，一个次女，一个是庶女啊。陆大人家的庶女想当晋王妃，这身份也差得太远了。据说排行2小姐，那个姑娘言行举止养得像庶女，看着小家子气得很。王爷，您要不再考虑考虑？嬷嬷是刚从乡下回京的二小姐，你应该没见过。养在乡下的，这事交给你去办。本王休息一会入宫，让皇上赐个婚。王爷，府大夫来了。晋王看向了匆匆进来的府大夫。老臣见过王爷。府大夫，多年不见，您老还好？
回王爷，本来我是不好了的，现在又还行了。福大夫走近过来，管家和庆嬷嬷都有眼色，两人同时退下。屋里没了别人，福大夫神情一整。王爷，您可是知道了那陆小姐的特殊，才让我去给她治伤的。特殊？福大夫把事情详细说了，伸手按着自己额头。要是别人，那我是如何都不能相信的。但这事发生在我自个身上，我当真明显的感觉到脑袋和身子都轻松了许多，头是一点不痛了。晋王眸光微暗看着他。本来这2天我进门槛都有些吃力了，但王爷您猜怎么着？刚才进王府大门，老头子我都差点蹦着进来。这件事情暂不外传。明白。不过王爷先说好了，陆小姐这算是救了老头子一命，以后我得护着她的。那姑娘倒是厉害，回京不到1天就给自己找了2座靠山。陆明一家把陆小姐丢在乡下10年，不管不顾，这次接她回京，对她态度也很恶劣，还给她安排了间破屋子。破屋子？福大夫立即就苗声晦涩的狠狠告了陆家人一状。不过陆小姐当真聪明，人还虚弱着，就知道借老头子的力，让他们给换了屋子。就是他那伤太严重了，身边没个细心的人，事后是真不行。晋王轻笑了起来，看来福大夫对他的印象极好，来了这么一回，已经夸了他好几次了。老头子向来是实话实说，这一点不用担心，本王已经给他送了2个丫鬟过去了，庆嬷嬷亲自教导的，应该细心。那就好。王爷跟陆小姐是怎么认识的？您对她很特别啊。他说他能救本王。晋王一句话瞬间拍散了福大夫满脑子八卦。陆小姐怎么会知道王爷您身体的情况？说着他还看向了晋王的胸口。多年前他就看到了晋王胸口那处诡异，但是他束手无策，所以晋王才一直在外面寻找名医和奇人异事。他说他看得出来，福大夫相信吗？老头子不得不信，只是这件事情确实太过惊人。陆小姐一个才16岁的小姑娘，又是在乡下长大的，哪里学来的本事？这也是本王想知道的。陆小姐看起来不是坏人，福大夫年纪也不小了，竟然还说出了这么天真的话来。老夫活了几十年，看的人可不少，陆小姐眼神清明，绝对不是奸诈之辈。既然福大夫喜欢她，那就回去好好备一份厚礼吧。备礼？什么礼？本王即将和那位陆小姐定亲了，你老人家不得送礼啊。什么定亲？皇宫里面有人急急跑了进来。太后娘娘，晋王回京了。你说什么？他怎么突然回京了？谁都没有事先得到消息，现在晋王已经回晋王府了，想来很快会入宫。一定是太上皇召他回京的，明明已经让人盯着他，怎么还能让他送出信去？太上皇病重，已经卧床2个月，有心的人都在暗暗等着他归天的消息。谁知道这时候晋王回京了？晋王回京又能如何？连福远那老东西都治不了太上皇，晋王回来也是白费。不过我倒是想了起来，沈香俊不是从小爱慕晋王吗？切，召他入宫，我问问那孩子还想不想当晋王妃？是。沈丞相的千金沈香俊今年刚满16，生得端庄秀丽，本来该谈亲事了，但他一直就在等着晋王，这几乎是权贵圈子里都知道的事。沈香俊听到太后召见，不敢怠慢，赶紧梳妆打扮进宫。见到引路宫女之后，他塞过去一个小荷包，小声地问：太后娘娘今天是召了我一个人，还是有别家小姐一起来啊？只召了沈小姐。听说晋王回京了，等会儿应该也要入宫，太后也是因此才召沈小姐入宫的。晋王回来了。沈香俊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一下子激动的脸都有点红了。沈香俊按捺着激动的心，见到了太后，依然完美的行礼叩拜。臣女拜见太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快起来，有些时日没见，沈家丫头是又水灵了，跟朵花儿一样。太后娘娘才像花儿呢，像天姿国色的牡丹花。哈哈哈，你这小嘴就是甜。香俊今年16了吧？你父亲母亲估计该着急了，别人家这个年龄早该说亲了。太后娘娘，臣女不着急。哪能不着急呢？我知道你这丫头的心思。晋王回京了，我现在就问问你的意思，也免得等会乱点了鸳鸯谱。太后，香俊全凭太后做主。好，那我就给你做这个主。咱们啊，赶紧把晋王定下来，省得让别人抢了。太后娘娘，晋王入宫了。他去了太上皇那里。回太后，晋王先往御书房去了。倒还记得他皇兄，正好我们也去御书房，让皇上立即下旨赐婚。
阿月，朕可算等到你回来了。这些年，朕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呀。皇兄，多年不见，你变老了，脸上都有皱纹了。朕比阿月年长了20岁，自然是比你成熟了些。皇兄顿悟了。阿月，快进来，跟朕好好聊聊。这些年你都去了哪里？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朕日理万机，连这皇宫都难走出一步，想想还挺羡慕你的，自由洒脱。皇帝招呼他进御书房。皇兄，闲话就暂时不说了，先给我赐个婚吧。阿月，你刚才说什么？朕好像听错了。你说要赐婚？皇兄没听错。你之前写信给父皇，不是说在外面四处游山玩水，连个母蚊子都不叮你，是哪家的姑娘啊？晋王正要说话，外面宫人一声传呼：太后娘娘到，母后来了。想必是听说你回来，激动欢喜了。太后带着沈香俊进来，目光一下子就落到晋王身上。今早就听到喜鹊喳喳叫，果真是有喜事，晋王回来了。太后看着晋王，用丝绢轻压了压眼角，声音都带着点哽咽。前些日子我还梦见你了，惊醒之后担心的吃不好，现在看见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太后放心，本王会好好的，绝不让你担心。沈香俊进来行了礼之后，就站在一旁看着晋王，他的眼眶也微微红了。沈香俊见过晋王，太后这才想起他来，精神一振，立即说：晋王还记得香俊吧？沈丞相的千金，你们小的时候可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晋王的目光淡淡落到沈香俊脸上，皇帝看了看太后，又看了看沈香俊，也明白过来。朕倒是明白过来了，你俩这同时入宫，为的是同一件事吧？母后，刚才阿月正准备跟朕讨赐婚圣旨呢。太后和沈香俊同时一震，震惊地看向晋王。赐婚圣旨？现在看到沈相千金，朕倒是想起来了，以前元真大师给阿月批过姻缘，算出了阿月的命定妻子八字，那个八字就是你的八字吧？回皇上，当年元真大师说的确实是臣女的生辰八字，臣女全凭皇上做主。沈香俊立即就当机立断地跪了下去，双手贴在地上，额头也俯下，一副等着皇上赐婚的姿态。沈香俊小的时候也一直跟在晋王身后喊是月哥哥的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等着晋王回京，真心可贵。皇上，你可得成全这姻缘啊！朕也看好他们。阿月今年也不小了，这事不能耽误，朕这就给他们赐婚。晋王面色清冷，本王要娶的另有其人。沈香俊身子一颤，脑子里嗡的一声。晋王，半年前太上皇亲口应允让我进晋王府，不信您可以问问他老人家。我怎么把这事忘了？这是真的。当时太上皇在祖庙晕倒，是沈香俊正好救了他。太上皇醒来之后就说见这丫头面相慈洁，是个有福之人，非要把她许给你。臣女回家之后已经和父亲母亲禀明此事，但不知道当时有客在场，让他们听了去，如今已经传扬开了，要是最后成了笑话，臣女只怕在京城没脸出门了。皇帝微微眯了眯眼，看着沈香俊，虽然这么多年来他习惯事事要逆晋王的意，只要晋王不想做的、不想要的、反感的，他都想反着来，但是看到沈丞相的千金这么想嫁给晋王，他还是有些怀疑。没脸出门，你可以闭门不出。王爷，晋王是想娶哪家姑娘？难道是这些年在外面遇到的红颜知己？这一开口就把晋王要娶的人定义为不三不四的女人。皇上，太上皇吐血了，快摆驾宁寿宫。父皇，晋王在床边跪下，握住了太上皇的手，刚一碰到，他就是一惊，太上皇的手跟冰一样冷。殿下，太上皇一直在盼着您回来。父皇怎么样了？御医呢？御医都在偏殿商议药方。御医急急跑了过来，哗啦啦跪了一地。皇上，臣等惶恐，太上皇只怕是……太上皇半个月前明明还有了精神，还坚持去了祖庙一趟。太后哭了起来，扑到了床边，想要凑过去，但晋王跪在床前，他无法接近。你睁开眼睛看看妾身。皇上，太上皇当时坚持去祖庙，臣等也是苦苦劝阻的。那天太上皇不是身体好转，而是强撑着病体去的呀。父皇，我是阿月，我回来了。阿月，大周朝的要了。太上皇声音沙哑很低，只有跪在旁边的晋王听到。太后和皇帝都想凑近来听，只看到他嘴唇微动。父皇，朕一定会找到神药治好您的。闭嘴！皇帝瞪大眼睛，正想跳起来，竟然敢叫他闭嘴。阿月，我梦见了，老祖宗们托梦，大周龙脉断了。阿月，你答应我要守护大周。太上皇，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还没有看到晋王娶妻生子呢。太后也急急叫了起来，眼睛一转，看到外头的沈香俊，立即叫他香俊快来。沈香俊心快跳到了嗓子眼，这会是他的机会吧？太上皇，这是沈丞相的千金，你是不是将他许给晋王了？让皇儿马上给他们赐婚可好？晋王哪怕是冲喜，香俊也无怨言。冲喜？皇帝的心头一跳，那可不行，他可不想让太上皇活呀！给本王滚出去！太上皇一定会长命百岁的。皇帝，你答应我，绝不伤害阿月。父皇，朕是兄长，护着幼帝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伤害阿月？你若动手，我不饶你。他的声音又渐渐低了下去，脸色明显的灰了几分，任谁都看得出来。
清风，去把陆二带来。是。在这一瞬间，晋王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只要有一分可能，他都得是。不一会，清风带着陆昭陵以最快速度赶到了皇宫。陆小姐到了。清风掀开车帘，伸手要扶她下马车。陆昭陵下了马车，望着这巍峨雄伟的皇宫，抿了抿唇。不用了，帝允。什么？来晚了，太上皇归天了。皇上、晋王、太上皇驾崩。皇上紧紧闭了闭眼睛，一滴泪珠从眼角流了下来。朕没有父皇了。父皇。晋王突的吐了一口血。阿月，皇兄，我没事，是回京的路上太赶了，累着了。真没事。没事，之前淤积的淤血吐出来反而好一点了。阿月，你肯定是受不了这个打击，别怕，以后还有朕呢。皇兄先去忙，我在这里再陪陪父皇。那朕先去料理父皇的身后事，你也别太难过，父皇最疼你了。在这个关头，晋王竟然诡异的想到了陆昭陵，幸好还没来得及赐婚，否则那姑娘可真帅，刚回京就可能要变寡妇了。陆昭陵还说能救本王，王爷醒醒啊，王爷！太上皇明明已经死了，可他却用一块木头让他活了过来。你是不是也能救回太上皇？不能，他已经死了。不过他也不能死得太彻底，你和他用了同命秘法，不能彻底断了。清风在外守着，不许任何人进来。是。你说他不能死得太彻底，是什么意思啊？有木牌吗？什么样的木牌？就跟灵牌那样的，如果可以，要金丝楠木的。有。他传音让清风去取，宁寿宫里金丝楠木多的是，比如屏风，削一块下来就是了。很快，一块金丝楠木木牌就被送到陆昭陵手里。陆昭陵将木牌放到了太上皇心口处，伸出手指取簪一画，指腹上就渗出血珠来。他将手指往太上皇额心一摁。陆昭陵，父皇已死，怎可随意弄脏他老人家的尸身？松手！你还要不要活？你要做什么？陆昭陵看着他身上冒着的浓郁紫气，另一手突然就在他面前一捞一抓，扒拉一点他的紫气，不然他都要撑不住了。你这又是在做什么？我刚才留下了太上皇一半生机，可以将生机安顿在这木牌上，用来承受你们的同命秘法，可以骗过天道，假装他没死，你也可以不用死。晋王神情一震，很是惊诧。还能这样？换成别人都不太行，你和太上皇的命格，我的本事缺一不可。生机安顿在这木牌上，这块木牌会怎么样？就相当于一块真的供奉了祖宗的灵牌，到时候送到你们供奉皇家香火的地方就行了。也许某个晚辈去叩拜的时候，他会显灵。太上皇叫什么？周长熙。不知道为什么，在最后一笔写成时，晋王仿佛看到那几个字闪了一闪，像是附上了一层荧光似的。好了，你们皇家香火供奉的地方，送到祖庙吧。回头给我寻些年份高的人参，炖点鸡汤给我喝。陆昭陵说完，眼前一黑，身子就朝地下栽了下去。这一刻，晋王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膝盖之前本来是跪得钻心痛，站都站不起来的，现在竟然不痛了，还能站能走了。陆昭陵到底做了什么？王爷，皇上驾到！你们在干什么？周十月，你也不怕父皇半夜去找你？皇帝看到晋王竟然还抱着那姑娘不松手，气得跳脚。你放开他，让朕看看是哪个不要脸面的，竟然敢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对你投怀送抱。清风站在一旁，无奈又紧张。清风紧张地看着王爷，这可怎么办？不管他是谁，擅闯宁寿宫，惊扰太上皇，他都罪不可恕。来人，人已死，本王让清风丢出去就是了。晋王一句话打断了皇帝的话。清风，清风立即一个机灵，上前一步，属下把人扛出去，丢出去吧。是。清风立即就跟扛麻袋似的，扛着人就跑。站住！估计就是一个小贼，趁着父皇驾崩，寝宫里没人，想前进来偷点东西。周十月，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这是皇宫，哪个胆大包天的小毛贼敢跑到宁寿宫来？让你的人站住！朕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包天。可能就是个罪婢。皇上气红了眼，瞪着晋王。那女人是谁？周十月，朕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皇上看不出来，刚才女人已经死了吗？你看她有动静。晋王将背在后面的手伸出来，拿出了那块灵牌。皇兄，先看看这个吧。你怎么整出了这个？父皇曾经跟我说过，等他过世，希望刻个灵牌供在祖庙，这样他可以每天看着皇宫和京城。皇陵毕竟太远了。父皇，让您背个锅吧。没说也当您说过了。胡闹！这是父皇的心愿，难道皇兄连父皇这么个简单的遗愿都不同意？大周朝终于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了。想到这一点，皇帝的心情大好，看着晋王，他都觉得顺眼了3分。朕同意了，这事就交给你去办。那我先去一趟祖庙，再回来守灵。去吧，放心，朕一定把父皇的丧事办得风风光光的。皇兄，父皇临走还在操心我的心事。父皇不是说那个沈家姑娘？看来父皇是想让我娶沈小姐。皇帝的心顿时就提了起来，那就绝对不能让晋王娶沈香俊。阿月，
父皇其实更希望你娶个心悦的姑娘，朕看你也不喜欢沈香俊啊。我是不喜欢沈香俊，但父皇觉得她好，娶回王府放着也不是不行。那怎么能行？朕也希望你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可我没有喜欢的姑娘，娶谁不是娶？你之前不是来讨赐婚圣旨的吗？那不是有看中的姑娘了？也就是半路看中的一个小丫头，乡下来的，看着新鲜。本来就想着父皇身体不好，随便先娶一个王妃来让他高兴高兴，并没有看中。皇帝一下子相信了，而且听到他说那个小丫头是从乡下来的，就是看着新鲜而已。皇帝心里更是疯狂动了，他多害怕晋王娶一个有世家势力的王妃。算了，现在父皇都已经去了，我也不想成亲了。那怎么能行？父皇刚才还在操心你的亲事，现在热孝里先给你赐婚，也能让父皇走得安心。皇帝之前不想给晋王赐婚的，现在他恨不得马上下赐婚圣旨。父皇走了，王妃人选，我再细选吧。父皇头七还会回来的，到时候知道你有未婚妻了，他才能安心的走。要不然你这次回京又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他老人家哪里放心啊？晋王好像被他说动，但是他又皱眉，万分嫌弃。之前那姑娘确实就是我在街上随便丢下的。那是哪家姑娘啊？她也不是庶民，听说是陆明陆大人养在乡下10年的二女儿。陆明陆爱卿啊，他还有个养在乡下10年的闺女，还是排二。陆家的门槛对上晋王那是真低了，皇帝一听都差点笑出声来。那既然你刚才已经要讨赐婚，说明动了娶人家姑娘的心思。当时想着赶紧带给父皇看，倒真是跟他说了要定下他。咱们皇家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说了可就不能毁了，否则对姑娘家可不好。真的，阿月，父皇现在魂魄肯定还在宫中，他老人家肯定还能看到。你向来至孝，为了父皇，还是赶紧定亲吧。陆爱卿那二女儿叫什么名字？好像说是陆昭玲。朕记得陆家嫡长女叫陆昭云，那这个玲，菱角的菱。好，朕这就去你赐婚圣旨。皇帝急得不行，快步要出去，怕晋王反悔。不一会儿，赐婚圣旨被内侍送出宫去，晋王在宫门外拦住了他，看了一眼圣旨，见上面名字无误，才又把圣旨交给传旨官。去吧，去陆府传旨吧。那个贱人，他竟然敢抽本世子啊！疼！清福侯和夫人都在床前，心疼地看着他。儿啊，你别动，才上的药别给蹭了。那个小贱人，把他给我掳回来，我要抽他180鞭，扒光他衣裳抽。还有晋王爹，你帮我进宫找太后娘娘，告诉他我被晋王欺负了，让他帮我做主。清福侯夫人心疼的泪水连连的。侯爷，瞧咱浩儿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你这个当爹的要是不替他撑腰，我们母子俩的脸要往哪里摆？清福侯虽然心疼儿子，但还是纠结不已。明浩当街抢姑娘当小妾，就有脸面了吗？年纪轻轻的就让人家知道他往府里抬气，名声都坏掉了，而且还是那么不正经的想抢回家。听闻那姑娘都逃跑了，这臭小子还带人围追堵截，这说明什么？说明那姑娘是他抢的。想到这里，清福侯就深吸了口气。浩儿，你老实跟爹说，那姑娘你是从哪抢的？她是不是不乐意跟你回侯府？朱明浩还没有说话，侯夫人就不乐意了。侯爷这话说的当真可笑了，咱们浩儿看得上他，那可是他的造化，他还能有不乐意的？再说了，邻家都不说话，别人有什么资格指指点点？可笑。清福侯被妻子这么一说，很是无奈。这个就不提了，但是既然那姑娘都跑到晋王马车上了，那就算了，怎么还能冲到晋王前面吗？侯爷，你是不是糊涂了？以前太上皇还在位时，确实是宠着晋王，但晋王这些年染了怪病，一直在外面找名医，京城可没有经营半点势力，晋王府早就是个空壳了。再说现在上头坐着的是皇上呢，晋王早就没有太上皇护着宠着了，他还当是小时候那会吗？现在咱家浩儿在宫里才是受宠的，周时月他是一点都不明白，正好可以借着这一次的事让他看清现实。反正我不管，他纵着那个小贱人把咱家浩儿抽成这样，我们就不能饶过他。对，就不能饶过他。娘，我要让晋王亲自把那个小贱人送进侯府，他还要跟本世子道歉。浩儿，你好好说话，成何体统？浩儿，你好好养伤，这是娘帮你。娘，先去晋王府把那小贱人抢回来，伤得这么重，要让他来侍候我。好，娘这就派人去。侯爷，我进宫求太后撑个腰，你把人准备好，等我一出宫就找晋王去。就在这时，管家匆匆跑来。侯爷，太上皇驾崩了。在这之前，一道赐婚圣旨先把陆家给炸裂了。陆大人，听闻贵府二小姐从乡下接回来了。陆明本来在书房想着陆昭玲的事，听到有人来传旨，急急到了前厅，看到传旨官，他还没问什么，先听到这么一句问话，心里就是一跳。公公，此事竟传到皇上面前去了。传旨官笑了笑，然后又想到太上皇，立即把嘴角压了下来。那把陆二小姐请出来吧，咱家好传旨。公公，皇上的旨意不用让他孩子来听吧？对呀，公公，昭玲从乡下来，胆小怯懦，见不了大场面。
宴，就不用他来了吧？这圣旨就是嫁给陆二小姐的。陆昭云等人愣了愣，娘，会不会是晋王进宫告状，皇上要下旨赐死昭陵？他们都觉得陆昭陵是得罪了晋王。陆昭陵穿好衣裳，清音清灵跟着他去了前厅。圣旨到，请陆二小姐跪下接旨吧。陆府所有人都跪了下去。公公，我伤重，头晕，跪下可能就要晕倒了，站着接旨吧。大胆！晕倒了可不好接旨。那陆二小姐就站着接旨吧。他展开了明皇圣旨，宣读出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闻陆明嫡次女陆昭陵品貌双全，温良敦厚，特许朕幼弟赐为晋王妃，则良辰完婚，亲死。陆府所有人都惊呆了，陆明更是差点跳了起来。不可能！一个13、14岁的少女按捺不住叫出来，那是陆昭云的亲妹，陆府三小姐陆昭月。陆二小姐接旨吧。昭陵接旨。陆昭陵在看到陆府其他人瞪过来的各种目光时，微微一笑，上前接了圣旨。你要不要脸？凭什么你刚进京城就被赐婚？喂，我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吗？陆昭月见陆昭陵不理会他，气得脸都涨红了。你是谁？陆昭陵瞥向陆昭月，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是陆家二小姐，我叫陆昭月，大姐姐是云，我是月，我们都是天上最高洁的，你算个什么东西？陆昭月一个时辰之前刚被告知，以后她就是三小姐了，气炸了。陆昭陵笑了笑，扬了扬手上圣旨。皇上刚赐婚，我现在是晋王未婚妻，你说我是什么东西？昭陵，你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你以前见过晋王？没有。要不是你早早勾搭住晋王，他能刚一回京就入宫求赐婚？爱信不信。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亲事退了。不退。他接下来至少半年要和晋王来往密切，有这层身份可方便多了。昭云和二皇子有婚约，晋王是二皇子的皇叔，你要是成了晋王妃，这关系就乱套了。就是啊，妹妹，你是之前不知道这件事，晋王应该也不知道，所以才整出了这乌龙。我们不知道，皇帝也不知道。对啊，皇上应该知道啊。既然皇上知道，又还赐了婚，说明皇上也觉得我当得起你婶婶。二妹妹，你不觉得这样乱了套吗？皇室更重规矩，也重血脉，你我是姐妹，怎么能嫁给叔侄？你说你和晋王以前也不认识，想来也没有几分感情，现在赐婚圣旨刚下，趁着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还能挽回错误。陆夫人见陆昭云恢复了平时的冷静稳定，心里也松了口气。你大姐说的对，这亲婚咱家不能应。你们也知道这是圣旨，是赐婚，如何能退？赐婚圣旨都接下来了，你们脸是有多大？想抗旨？我是让你去找晋王想办法，我们陆家无法抗旨，晋王肯定能劝皇上收回成命。我成了准晋王妃，你会觉得没面子？听到他这么一问，陆明又有些可耻的心动了。陆昭陵成了晋王妃，那他不就是晋王岳父了？这个父亲，二皇子和晋王关系好吗？我听说晋王与太子关系更好。陆明一个机灵。是了，昭云和二皇子有婚约，那他们就是站队二皇子的。如果晋王与太子关系更亲近，陆昭陵真嫁了晋王，二皇子会不会不信任他了？再说，父亲看看二妹妹的样子，就算她成了晋王妃，能听父亲的话吗？只怕会更嚣张。我不需要你给我脸上增光，你一直养在乡下，连京中贵女的礼仪都没学过，怎么能嫁入皇室？就是这样，嫁入皇室只会去闹笑话，还不知道以后得惹多少事呢。老爷，你可不能答应，免得以后整个陆家都让他拖累了。父亲，他现在就要得罪沈姐姐了。我会告诉晋王，你说他坏话，你说他不是好人。我什么时候说他不是好人？二妹妹，你刚到京城，不知道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以后你多看多听就明白了。现在你只要知道，我们都是为了你好。这可难说，我觉得你们就是贼眉鼠眼，不像好人。我是你爹，你总得听我的。无论如何，你不能嫁给晋王。陆昭云和二皇子定了婚期？没有。那你们可以考虑让他退婚，反正我接了圣旨了。要是你们敢亲自抗旨，去跟皇上说不认这次婚，我还能敬你们胆识过人。去啊，有本事你们去啊！不敢吧？没中吧？只敢冲我喊，跟一窝跳蚤似的，看了我都嫌眼睛疼。走了。陆家所有人看着他就这么一走了之，个个气得面红目赤。陆昭陵，清音清灵扶着他回厅暖楼。小姐，这圣旨本来该由陆大夫供到小祠堂，陆家的小祠堂估计脏得很，没必要，收到香笼里吧。还有，小姐说陆家的小祠堂脏得很，又是什么意思啊？陆昭陵已经躺到了床上，太上皇驾崩的消息马上传来，皇子要守孝多久？他想起了陆昭云和二皇子的婚约，陆昭云对外宣称17了，那早该大婚了吧？大周朝，皇子守孝1年即可。明天你们回一趟晋王府，问问晋王是把你们暂借我，还是赠与我？如果是后者，把你们卖身契带来。陆昭陵说着已经闭上了眼睛，居然立即就睡着了。见陆昭陵已经睡沉，两个丫鬟轻脚轻手退了出去，关上门。青姨，陆小姐连一个包袱都没有，今天换的那身衣裳还是因为府大夫在，陆夫人差人送过来的。也就是说，陆昭陵真的穷的老鼠都不光顾。是啊，怎么会连几身换洗的衣裳都没带呢？如果王爷真把我们送给陆小姐，那我们怎么办？明天回王府问了再说吧。而陆昭陵前脚回了厅暖楼，陆家人也知道了太上皇驾崩的消息，陆昭云却是大受打击。娘，皇家大丧，那我和二皇子的亲事岂不是又得往后推？太上皇先去了，如果二皇
王子想要大婚，要不就得在1个月内赶着热相，要不就得1年之后了。那我又得等1年，那有什么办法？不过陆昭灵1年内也不能嫁入晋王府，这么一来，有1年时间呢，我们总能想到办法让她退婚，说不定不用1年，陆昭灵都要活不成，还肖想当晋王妃呢，美的她。次日清晨，青音就回了一趟晋王府。青音还没说话，晋王让清风递过来一个包袱，这是陆昭灵的包袱，带回去给他。陆昭灵睡到了日上3竿，等他起来的时候，桌上放着一个包袱。小姐，这包袱是王爷让我带回来的，他竟然还有闲工夫去帮我捡包袱。王爷说这是在离京城不远的山路上找回来的。你们王爷还说什么了？昨晚小姐让我们问的问题，奴婢问王爷了。这是我和清明的卖身契，晋王不要你们了。小姐，王爷是让我们自己选择了，我们一直是被庆嬷嬷教导的。本来是等着王爷回京，我和青音就作为1等大丫鬟贴身服侍王爷。贴身啊，是他想的那种贴身吗？他听说有些皇亲国戚、富贵人家的公子哥们，身边的大丫鬟都算是房中人，通房丫鬟。但是王爷说他房里不需要人，我们就算是回王府，基本上也是做些2等丫鬟的活。实际上，晋王还说了一句很冷酷的话：谁要是敢爬床，本王不介意亲手剁了丢出去喂狼。他们当时就从王爷眼神里看到了杀意，但是这种话就不用告诉陆小姐了吧？那你们留在晋王府岂不是更好？小姐，我和青灵认真想过了，都想跟随小姐。王府里不缺丫鬟，但是小姐身边没有人。陆昭灵看着他们与昨天明显不一样了的面相，微微一笑，把卖身契收了起来。那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吧。陆昭灵对青灵说：你改个名字，灵这个字与你命格冲突了，你是不是每隔3年就会大病一场？每次都是在7月，而且病得莫名其妙。小姐怎么知道？因为这个名字真的不适合你，你命格本就轻，这个名字会让你容易沾染晦气和病气。请小姐赐名。就叫青宝吧。青宝谢小姐赐名。起来之后，他莫名的觉得自己的身子好像轻快了许多。小姐，那我的名字要不要改？你的不用。小姐，陆家太过分了。昨天我明明跟厨房的人说，小姐受了伤，要吃清淡滋补的食物，但是他们今天给的早膳竟然是发黄的馒头。很明显，陆家就想在这些事上恶心陆昭灵。陆夫人说，陆大人为官清廉，两袖轻松，府里要养这么多人不容易，东西都是捡着划算的用，吃穿也节省，让小姐别生气。这时陆夫人走了进来。夫人这是干什么？你竟然敢拦我！我们小姐还伤着，也没做什么。夫人一句话不说就准备动手，我自然得拦。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原来还以为你是晋王派来的大丫鬟，谁知道卖身契都给了陆昭灵。那你们现在也是我陆府的下人，你们的主子是谁可要搞搞清楚。青音还没有说话，陆昭灵轻笑了起来。你不说我倒是忘了，我回了陆家，每个月该给我的利银、4季的新衣、丫鬟的利银，还有屋里的炭啊、茶水啊之类的，怎么不见人送来？既然你要说这些，那我就跟你算一算，省得你以为家里这么多年都欠了你。陆昭灵看着他，示意他说下去。当年送你回乡下，是因为道长说皇城气运重，你命格轻，承受不住，留在京城可能会夭折，这可是为了你好。说白了，命轻就得见养着，你到了乡下也是3天2头生病，你祖父祖母和你三叔一家为了照顾你劳心劳力，你爹每年也送了好多银子和药材回去，10几年来花在你身上的，每年按100两算，也得有1000几百两了吧？要不是陆昭灵有了以前的记忆，他差点信了。陆夫人，你们要是真送过银子和药材回去，那得把账算到陆老头和陆老太他们头上，我可从来没有拿过半个铜板。你个没良心的，给你吃给你穿，不是银子。你以前小不懂事，这些不明白也正常，但现在你已经赐婚晋王了，也该懂事一些，不然以后真嫁到晋王府，岂不是要给晋王丢脸？不是要做新衣裳吗？都没问题，娘等会就让人去请人来给你量身。不过当年你带着的那个词人能不能给我？那本来就是我嫁妆里的东西，那会儿你哭闹着喜欢，想着让他陪你几年哄哄你，才让你带去了乡下。那个词人就是陆昭灵埋在乡下后山的东西。什么词人？早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他们想要，他当然不给。什么丢了？你那时候宝贝的睡觉都不撒手，你会丢了？现在陆夫人又讨要词人了，那里面到底有什么？你好好想想，丢哪里了？我写信回去让你三叔好好找找。可能是柴房，我记得小时候经常被关在柴房，还不给吃饭。还有可能是后院鸡窝那边，陆老太说我只配跟鸡睡友，我在那里睡了好久。你刚回来，厨房还没习惯多了你一人，所以没准备你的早饭，又不是故意的。你好好来跟我说就是了，怎么能去打人呢？没想起来，那就是我存在感太低。没事，打这么一顿，他们印象深刻点，想必就不敢忘了。你就不怕传出嚣张跋扈的坏名声？不怕呀，我已经被皇上赐婚晋王了，又不怕说不上亲。晋王万一听到了，哦，那就不劳你操心了。晋王他最喜欢我这嚣张的样子。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怎么能把男人喜欢不喜欢你挂在嘴边？这还有半点矜持吗？晋王也喜欢我把喜欢挂在嘴边呢，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你羡慕？陆夫人被陆昭灵气走了。王爷，不过去跟陆小姐见面吗？不用了，看来她的伤恢复得很快。胡大夫还说她伤得特别重，可一点都不像。而被他暗地质疑为医术的府大夫这会儿正焦急地让人按住了孙子。祖父，好疼啦，我的头。府大夫的儿子
抚顺按住了他的手腕。成儿，你冷静些。旁边，福老夫人和儿媳都哭红了眼睛。成儿，祖母的心肝啊，我替你疼就好了。父亲，您快想想办法呀！爹，你打死我算了，好疼啊！听着他说这样的话，福大夫也差点哭了。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人。你们先看着成儿，我去找个人，他兴许能救成儿。父亲，您是要去求皇上派御医吗？现在不合适啊。不是，反正等我回来再说。陆府门房看到福大夫，赶紧将他迎了进去。我们大人进宫去了。我不是来找陆大人的，我找陆小姐，陆昭玲，陆二小姐。陆四小姐正好出来，看到了福大夫，有些惊喜地迎了过来。福大夫，您是来看我二姐的吗？小女昭华见过福大夫。这是我们四小姐，本来是三小姐的。陆昭玲回来之后都顺延了。麻烦帮老夫去二小姐那里通传一声。福大夫，我带您过去吧。二姐不是还受着伤吗？想必到前院来也麻烦。这合适。我听说二姐搬进听暖楼的时候，您老人家也在，想必也知道听暖楼以前是我们日常闲聚的地方，不少客人去过的。再说您是我二姐的大夫，去看病患也是正常的呀。很快两人便来到了听暖楼。二姐见。陆昭玲看向了陆昭华，但很快目光就转向了急急跟进来的福大夫。陆小姐，老夫有要事相求。别急，二姐姐，我是四妹昭华，刚才正要来看你，正好遇到了福大夫，见他老人家似乎有急事，就请他一起过来了，希望二姐不要怪罪。福大夫直接说吧，他们两个是自己人。陆小姐，老夫今天得舔着老脸求你救救我孙儿。你孙子也头疼了。对。福大夫顿时觉得应该有救，激动又紧张地把孙子的情况说了一遍。老夫思来想去，我们爷孙俩最近共同接触过的外来的东西就是这根雕。陆昭玲却伸手去掀开那黑布。陆小姐，老真是这根雕邪门，你碰到了会不会有危险？不会。陆昭玲回了他一句，已经把黑布揭开了。你说这是你孙子从山上河沟捡来的，那地方一般会有什么人去丢弃这些东西？没听说过啊，那里少有人去，也就是一些泼猴在京城里闹腾腻了，会去那里玩耍。泼猴当然是指京城这些天天精力过剩的少年。那跟你孙子去的那些人还捡了别的东西吗？这个老夫没问，得等成儿醒了问清楚。陆小姐，是不是这东西出的问题？是。陆小姐，那你能救我家孙儿吗？可以是可以，但我得见靖王一面。是需要请靖王一起走一趟啊？不，他不用去，我见他一面就行了。陆昭玲看了他一眼，你先回去，烧一锅爱水，给你孙子擦擦额头、胸口、掌心和足底，我晚些过去。那这根雕放着吧，我会处理的。多谢陆小姐。福大夫松了口气，赶紧回去了。陆昭玲对青音勾勾手，去请靖王来一趟。小姐，这个时候可能王爷入宫了，今晚明晚后晚，王爷都未必能出来，他要给太上皇守灵啊。有办法给他传个信吗？我去宫门等他，耽搁不了他多长时间。就是让他蹭蹭吸几口而已。王府里肯定有办法，王爷就是入了宫，王府肯定也能送口信进去的。青衣，你去找王府的人传信。青宝和我先准备一下去宫门口等。青音不敢耽误，赶紧回晋王府了。转眼陆昭玲和晋王就在宫门口见了面。是有什么急事吗？你这是做什么？晋王刚进马车，刚一开口，陆昭玲就伸出手来揪住了他的衣襟，纤细小手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把将他拽到了面前。本王身上是有味儿，没有你们皇室钟爱那种龙涎香的味道，挺好的。不过你今天是不是碰女人了？陆昭玲睨了他一眼，晋王嘴角微抽。我要守灵，你当我是入宫做什么的？还有，你这种拈酸吃醋的语气是从哪里学来的？今天秦太妃伤心过度，跪别父皇要起身的时候差点晕倒，本王扶了一把，所以你是来做什么的？哦，进补。陆昭玲说着，伸手在他身侧一扒拉，虚空抓了一把，把那团紫气拍进自己额头。他对他灿然一笑，好了，你可以走了。晋王被他推出了马车，差点没站稳。王爷，清风赶紧扶住了他。青衣、青宝，走了。晋王脸都黑了。王爷，陆小姐找您来做什么的？晋王扫了他一眼，与你何干？府家人都在焦急万分地等着陆昭玲。府城一醒过来就被一股剧痛弄得惨叫连连。父亲，是不是我之前砸了成儿的头，让他的痛加剧了？你也知道自己下手重了。老太爷，陆小姐来了，快请她进来。陆昭玲带着青音、青宝进了门。陆小姐，我孙儿在这里。在陆昭玲的眼里，府城的头几乎被一团浓黑的气包裹着，而在那团黑气中，还隐隐能够看到丝缕的血红。死气这么重。陆小姐，你能不能救他？父亲，这位抚顺实在是不能相信陆昭玲能够救自己儿子，而且听到他说的那句话，他也只觉得无比荒谬。什么死气？你闭嘴！陆昭玲伸出一根手指，戳向了府城的额头。你做什么？成儿他娘，你这是干什么？父亲，他怎么这个时候还能乱戳成儿额头？成儿本来就头疼，轻轻碰一下都疼得受不了，他还用手指头去戳。陆小姐是要救成儿，你们都退开，别在这里足手足脚的。他跟那块根雕接
接触的时间更长，沾染的死气太重了。福大夫，让你准备的玉呢？在这里，陆小姐，最大就这个，这是我用了10年的玉枕，你看这个能不能行？说来也是奇怪，本来府城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疼得要猛击自己的脑袋的，但被陆昭灵这么轻轻一拍，他的动作一下子就僵住了。他感觉到自己身体轻松了很多，头痛也减轻了大半。祖父，先别说话。黑气随着陆昭灵的手指流动，如同一道漩涡。天地有灵，生机现，死气绝。父，陆昭灵手蓦地一握，然后移到玉枕上，那如同漩涡一样的死气被快速的吸进玉枕里。陆昭灵转头看向抚顺，你来把这个玉枕轻轻捧到门口，放地上，晒得到日光的位置。是。抚顺小心翼翼捧着那玉枕，快步走到门口，放在日光照射的地上。退开！就在他刚退开的时候，只听到砰的一声，那个玉枕瞬间炸裂了，成了无数的碎玉。陆小姐，这就好了吗？府城身体会有些虚弱，这几天是50多出来晒晒日光，好好吃饭休息，过几天就没事了。姚琳赶紧扑到床边看府城，成儿，你感觉怎么样？娘，我头不痛了，就是困。他没事，就是睡着了，让他睡吧。陆小姐大恩，我们府家无以为报。怎么无以为报？我这也是出诊的一种，要收诊金的。府大夫愣了一下，你们该不会是想让我无偿帮忙吧？这个当然，陆小姐这可是救了我家孙儿，对我们一家人都有恩。陆小姐不是说老身这对镯子看着还行吗？这就当一份见面礼了。陆昭灵阻止了他，老夫人，这对镯子是很好，但我不能收。你戴着已经有几年了吧？这对镯子可以养气，对你身体有好处，你还是继续戴着。玉镯戴久了也认人。老夫人，给我100两银子就行了。阿玲，你去取3000两来。陆小姐，既然你不收玉镯，那就麻烦你亲自去挑一对。府老夫人坚持让他收下这3000两。陆昭灵本来只是要100两枕金，但府家人都坚持让他收下，他便没再推辞。青岛抱住了木盒，小姐好厉害啊，出来一趟挣了3000两。陆小姐，成儿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祖父枉为名医，什么都诊不出来。抚顺夫妻也看着陆昭灵，他们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父亲之前还突然抱走了成儿屋里一个根雕，确实就是那根雕惹的麻烦。陆昭灵指向了地上那根雕，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根雕其实是一件陪葬品。此话一出，害得府家人都齐齐变了脸色。什么？而且墓主人应该还是病死的。府老夫人身子一晃，脸色都白了。成儿不是说是在河沟里捡到的吗？你们可以派人去查一下，那条河沟上游是不是有坟被冲开了？那这根雕要送回去吗？这是不是墓主的报复？要是不送回去，他是不是不会罢休？说着这话，他把自己都给吓坏了。府夫人，你怎么会这么想？这世上哪来的鬼？不过就是沾了死气而已。只要那坟不是府城挖开的，这事也轮不到他负责呀。他就是倒霉了些，捡了不该捡的东西。府老夫人看着陆昭灵这轻松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那这根雕，我那里没有合适的东西，所以带过来了。你们准备一个火盆，我把它烧了。陆小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是陆小姐的本事，谁都不许出去乱说。府老夫人看了看，老头子，陆小姐看起来不过14、15吧，16，比成儿大点，那也没事，大点好。你说她当咱孙媳妇怎么样？我喜欢这孩子。啥？你说啥？你这什么态度？难道你嫌弃陆小姐？你府神医大门难进。陆小姐刚被赐婚了。赐婚？那个混小子抢我家成儿好姻缘。什么混小子？晋王？那是晋王。他不是刚回京？可不是，刚进京城就遇上了陆小姐。对了，府大夫以后要是遇到像府城这样你诊不出什么问题的，可以给病患推荐我。老夫明白了。陆昭灵累得有些走不动，便从府家告辞了。陆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顾不上休息，先找了夫人。陆昭灵把东西交出来了没有？那死丫头说早就丢了。什么？丢了？丢哪里了？谁知道她丢哪里去了？她自己都想不起来。老爷，找那个做什么呀？仿佛是想到了什么，他的眼睛一亮。难道那尊瓷人很值钱，是无价之宝？想什么美事？那你这么在意那瓷人做什么？等下，老爷，你老实说，那瓷人雕的该不会是那个贱人的模样吧？你这么着急要把它拿回来，是想要睹物思人吗？陆明顿时被他气够呛。你在胡说什么东西？还有，不是说过不许提那个人吗？你要是坏了我的事，我饶不了你。陆夫人看到他有点狰狞的神情，也吓了一跳。我不说就是了。哼，还有，让你去查清楚金婆子哪里去了。好好的接人，怎么把人送到晋王手里？这不是存心坏我大事吗？想起这事，陆夫人的脸色也不大好看。金婆子让她闺女送了信来，信上没说清楚，只是说金婆子受了伤，我准备亲自去看看。那还不赶紧去！
夫人，我可是遭老罪了啊！你还好意思好？我不是交代过你，一定要好好的把那丫头接回来吗？怎么就出事了？出了事你还不及时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坏了我们大事了？夫人啊，老婆子我可真是冤得很，这哪里是我不去说，我这是伤得厉害啊！家里请大夫拿药都花了不老少银子呢。行了行了，还能不给你出这药钱吗？说说是怎么回事？一听陆夫人愿意给出这药钱，金婆子的嚎叫就是一顿，拍了几记马屁，才说起了那天的事。老婆子去了乡下，老太太本来是不愿意让我把二小姐接走的，但听说是大人和夫人的意思，也就没阻挠。我带着二小姐回京，一路上也按夫人吩咐谈话，但二小姐跟个闷葫芦一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胆子还小，人多的地方恨不得把头扎进裆里。养在乡下的那真的是畏畏缩缩的上不得台面，跟大小姐三小姐是完全不能比。大小姐和三小姐都是从夫人肚子里爬出来的，不得好好夸一夸她们。就连四小姐都比她强。你说她是个畏畏缩缩的闷嘴葫芦，还不敢抬头看人。是啊，就连我跟她说话，她应声都跟蚊子叫一样，看着就让人来气。金婆子，我要听的是实话，不用你为了讨好我圆圆来胡说八道。哎呀，夫人，我哪敢不跟您说实话啊？我说的就是真的。你先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让他出了事，没带他回陆府？这事我还真不知道。我们一路平安，眼见着都快到京城了，就在离京城不远的山道上遇上了一伙人，他们一把就掀了车帘，看着二小姐那脸不错，就非说是他们家公子的小妾，把人给抢跑了。我急着去拦，摔下了马车，还被他们踩了一脚，又撞到了头，晕了过去，车夫也跑了。后来我还是瘸着脚一步步挪回城的。不是听说进城之后他自个逃了，撞到贵人给送回家了吗？你知道那贵人是谁？不知道啊，我就听我家闺女说了一嘴。你跟我回去一趟，看看陆昭林。金婆子口中的陆昭林跟现在家里那个完全是两个人，得让她回去认认。金婆子虽然不明白，但还是拖着伤腿和陆夫人回了陆家。陆昭林也刚回来。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竟然还敢出去乱跑！京城这么快就有男人让你贴上门去了？陆大人今天又吃屎了。你看仔细了，她是不是你从乡下接回来的那个死丫头？老爷，这是怎么了？怎么吵起来了？你个孽女，你刚才说什么？陆大人要不是吃了屎，怎么说话这么冲？我是你爹，回来几天你连一声爹都没喊过。我怕你折寿。你去哪里了？这不用你关心，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陆昭林目光一向站到一旁的金婆子，现在大丧，别人都不敢随便出去乱跑，生怕犯了什么忌讳，为家里招了大祸。你倒好，一个对京城一无所知的乡下人，竟然还敢出去。京城里你谁都不认识，身上也无分文，你能去哪里？刚回京第一天你就已经招惹了晋王，要是出去再招惹了什么皇亲国戚，你有几条命？还有，你竟然差点被抬进清福侯府，给朱世子当了小妾，这件事情你竟然一个字都不说。什么？你是朱世子小妾？那晋王知不知道？昭陵啊，那你这一身伤，该不会是朱世子弄出来的吧？你身子是不是已经被朱世子？他眼里都涌起了恶意。陆昭林该不会是被掳走的那段时间就已经被朱宁浩糟蹋了吧？那晋王知不知道？你说，你一个不要脸面的孽障，你是不是去找朱世子了？难道你是去跟朱世子道歉服软的？可你已经被赐婚晋王了，这可如何是好？呵，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打听清楚一点。我确实抽了朱明浩，抽的他在街上晕了过去。如果你们知道他伤势，就不会这么愚蠢的猜测我会去跟他道歉。你好大的胆子！那是清福侯的儿子，太后都宠爱到心窝里的人，你怎么敢打伤他？打都已经打了，伤都已经伤了，你还问我怎么敢？你刚回京就惹了这样的麻烦，到时候朱世子要是来问责，我可帮不了你。这就是你陆大人的风骨啊！女儿差点被掳去当妾，还差点被打死，不打上门去讨公道也就罢了，还怕人家来问责。肯定是你用了什么狐媚手段招惹了朱世子，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掳别的就掳你？就算是被掳了，你好声好气跟他求个情，让他把你放了不就行了？非得跟他动手？青音青宝两人都是目瞪口呆，陆明夫妇的话当真是让他俩大开眼界，竟然有这样当父母的。要说这些废话就免了，我累了。陆昭林还以为他们真有什么新鲜事，听到这里只觉得没意思，转身就走了。而在陆昭林离开之后，金婆子挪着伤腿移到了陆夫人身边，声音颤抖：夫人，二小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这绝对不是跟我走了一路回京城的陆昭林。你觉得不是他？不是，是啊，看着那身板那脸那眉眼，确实是他，但是性子完全不像啊。
金婆子受伤了就在家待着。老爷，金婆子说，刚才那个陆昭林跟他去乡下接回来的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性子完全不一样。金婆子，你说。金婆子就把之前接的陆昭林一路上什么样子都说了，她也是咬定了，按她接回来那个陆昭林是绝对不敢对陆明大小声的。陆明听完眉头紧皱，我记得他出生的时候右脚踝处有一小块淡红色月牙胎记，我让人去查，别闹出太大动静，在太上皇大丧没有办好之前，惹了事传出去我就麻烦了。要不是正好因为大丧，他哪里会这么畏手畏脚的？皇上都说了，这段时间众人家中也不得闹事，免得惊扰太上皇心魂。我知道。秦音很快提着饭菜回听暖楼，这一次厨房果然不敢再作妖，带来的是还算挺丰盛的小菜米饭，还有个汤，味道还挺好。小姐，我等下要把马车驾回王府，要不要顺便给小姐添置些衣裳鞋袜？奴婢和青宝都会做衣裳，买几匹布来做也可以。去吧，你看着买，也不用太多，回头我找陆家拿。青衣让青宝好好守着陆昭林，自己带了些银子出去。回到王府，庆嬷嬷就拉着他问起陆昭林的事。难道说陆二小姐真的跟咱王爷感情挺好？小姐挺好的，陆家真的那么不像话？青衣还是多少跟庆嬷嬷说了些陆家其他人的事。是，好在小姐看起来也不是很伤心。既然她现在是咱们王爷的人，那咱们进王府就不能不管。走，我给陆二小姐拿些东西。王爷不是还在宫里吗？这些东西庆嬷嬷让我带回来的，你忘了？王府有个库房是庆嬷嬷在打理，这些东西庆嬷嬷是能做主的，到时候再和王爷说一声就是了。那陆大小姐真的和二皇子有婚约？我怎么没听说过呢？我问过了庆嬷嬷，你猜怎么着？庆嬷嬷说她也没听说过。庆嬷嬷说她会去打听打听，听说二皇子极受皇上宠爱。这些东西都是给二姐的吗？是给我们小姐的。是庆王赏的？是我们王府庆嬷嬷给的。陆昭月眼珠一转，又看了那些东西一眼。二姐呢？不出来收礼吗？我们小姐还在休息。可是庆妈妈送了这么多礼物过来，她不起来收，也不起来道谢，到时候传出去，别人会说我们爹娘没教养的。陆昭月说着就绕开了青宝，用力拍着房门，大声叫了起来：“二姐姐，快起来呀！晋王府的庆妈妈给你送了好多礼物。”三小姐，不要吵我们小姐。二姐姐，你快起来，晚上不能睡吗？现在大白天的睡什么啊？快起来！陆昭月才不管这两个丫鬟，他们越是拦着，他越想把陆昭林给吵醒。三小姐，你再吵我们不客气了。你们还想对我动粗？你们就算是从晋王府出来的，现在也只是陆家的丫鬟。我是二姐姐的妹妹，所以也算是你们的主子。你们敢动手？二姐姐，你快起来！你的两个丫鬟要打我。陆昭云和陆昭华听见动静也赶了过来。青音、青宝退后。陆昭林恶狠狠地看着陆昭月，闹够了没有？我在乡下捕蛇、抓虫、逮老鼠，什么事都干过。你要是不想睡到半夜，蛇鼠跟你一被窝，只管再闹。陆昭月瞪大了眼睛，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听不明白，惹恼了我，什么事我都做得出来。陆昭林嘴角轻轻上挑，一时间有点邪气，他的眼神里带着很强的侵略性和攻击性，让陆昭月脑子里嗡的一下，一股寒气从心底冒出来，他颤抖起来，刚才的气焰瞬间被浇灭了一样。陆昭林手一推，将他推向了陆昭云。二妹妹，你怎么能这样吓唬人呢？都滚出去！我是你姐，你竟然叫我滚！陆昭云，忘了被我扇耳光的感觉了是吗？看他这样子，陆昭云竟然真的被吓了一跳。你简直是粗鲁蛮横，没有教养！三妹四妹，我们走。三姐妹狼狈地跑出了听暖楼。大姐，你可是为了二皇子妃，怎么能让陆昭灵骑在你头上？陆昭云听到这句话，脸色有点沉，听到陆昭月这么说，好像是在他的心头上扎了一刀。大姐姐，你怎么不说话？陆昭月见他一直不说话，忍不住推了他一下。陆昭华赶紧扶住陆昭云。三姐你怎么能推大姐？大姐性情温柔和善，哪能会和二姐姐真的掐起来啊？二姐姐在乡下吃苦10年，刚回来，我们就当是让让她吧。你滚一边去！要你在这里和稀泥，你要让自己去让。我和大姐凭什么让着她？父亲母亲接她回来，是不是需要她做什么？他提醒着陆昭月，这件事情总得去搞清楚啊。大姐姐，你知道爹为什么要接那个死丫头回来吗？我也不太清楚，我去问爹娘。大姐姐，之前二姐还打了你，这件事情二皇子知道吗？关你什么事？在三姐妹离开之后，陆昭林看了看青音、青宝，你们不是会武？小姐，我们是想着她们毕竟是陆家的小姐，也算是主子，你们的卖身契是在我的手上，并不是在陆夫人手上。你们是从晋王府出来的，跟陆家其他人有什么关系？以后再有这种事情，直接把他们绑了嘴里塞上破布丢出去。你们要记得，我睡觉最重要。是，小姐，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去把院门弄一下，装个结实点的门栓，以后我睡觉时把院门锁紧了。是。陆昭林已经醒来了，一时难以再睡，便去看偏乡那些东西。我刚才听说这些都是庆嬷嬷送的。对，庆嬷嬷是王爷的奶娘，王爷从宫里出来，她也跟着出宫了，就一直打理着王府。这么说来，庆嬷嬷在晋王府的地位是很高的。她拿这些东西给我，晋王要是知道了，不会再讨回去吧？王爷应该不会吧？庆嬷嬷既然送了过来，就说明她觉得王爷不会在意的。那我得给庆嬷嬷一份回礼。陆昭林向来不会白收别人的东西，他问了庆嬷嬷的一些情况，让青宝出去买些黄纸、朱砂和笔墨。如果可
可以买几块平安无事牌回来，预制普通的就行。等青宝把东西摆在桌上，陆昭灵便执笔开始画符。陆昭灵现在精神不济，只画了3张符就搁了笔。这2个你们一人一个，是平安符，这一个拿去给庆嬷嬷，这个是安眠符，随身带着它会睡得好的。刚才青音说了一句，庆嬷嬷最近好像总是睡不好，白天精神不济，还说时常做噩梦，所以陆昭灵给她画了张安眠符。庆嬷嬷收到这安眠符也是愣了半晌。陆二小姐她在乡下，难道是拜了哪位道长为师？总不能是个小道姑吧？小姐说她没拜师，她也不是道姑，那怎么会画符的？我也不知道。嬷嬷，你要不试试吧？我们小姐真的挺厉害的。庆嬷嬷看着那符笑了笑，钱那我就收下了。庆嬷嬷最近很担心晋王，这2天太上皇去了，她更是担心了。而在祖庙里，太上皇的那个牌位半夜突然啪地一声盖倒在桌上。第2天起来，一个小僧过来点香，看到了倒着的牌位，震惊的四处张望。戒痴，你在干什么？师兄，太上皇扑倒了，快扶好，不要乱说话。我已经扶好了，要不要上香？上香吧，晋王交代过，每天早晨要上3炷香。师兄弟2人点了线香，拜了拜，插到了牌位前面的香炉上。结果这刚一插上去，啪地一声，那牌位竟然又倒了。师兄，太上皇又扑倒了，他是不是不想起来啊？戒痴震惊地问小师兄，小师兄四真也愣住，这是怎么回事？快告诉师叔去！祖庙里这件事又快传进了宫里，现在正办太上皇的丧事，结果他的牌位出了这么奇怪的事情，可不能瞒皇上。皇上听到了这话也觉得很奇怪。牌位是晋王写的，是不是底部不稳？阿月，皇兄来了，坐了一夜，累了吧？要不然去偏殿睡会？不用。阿月，朕问你，你给太上皇写的那牌位是不是立不稳？立不稳是什么意思啊？晋王问了一句，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又倒了。皇上听了他的话，也跟着愣了一下，什么叫又倒了？看来是真倒了。是倒了，说昨晚就倒了，今天给扶起来2回，又倒了2回，你怎能随便弄块木板就乱来呢？这对太上皇也太不敬了。是吗？我去看看。晋王站了起来，这个时候太子也赶紧跟着起来，扶着他。你现在要去祖庙，要不然皇兄也一起去看看。朕也去。丧事自有大臣们处理，他们出宫一会也没有事。皇叔，我也去吧。那倒下来的就是太上皇的牌位。是啊，扶不起来了。阿弥陀佛，列徒还小，胡言乱语，请皇上见谅。太子过去看看。太子周则应了一声，走过去把那牌位给扶了起来。可是底座不稳。回父皇，底座很稳，也光滑，重量也平衡，那就是风吹的。等着看看就是了。朕既然来了，那就上炷香吧。皇上带着太子和2皇子跪拜上香，过了好一会，牌位纹丝不动，稳稳的。皇上看向了智深，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扶不起来吗？你们戏弄朕！阿弥陀佛，皇上，贫僧怎么可能拿太上皇的牌位来开玩笑？那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太上皇之前就是想着皇上和太子来上香，现在皇上和太子来了，太上皇就不闹脾气了。这话让众人都有些茫然，是这样吗？他们又等了一会儿，牌位一直没倒。好了，没事就行，回宫吧。皇上他们先行出门，晋王没动，他这个时候才走了过去，执了香。父皇，我已经有了未婚妻，也回京了，答应你不离开，你还有什么不满的？他把香插到香炉上。我与你本来寿命相连，你走了也差点把我带走，现在我被陆昭灵救活，你难道是不满意？牌位倒了下来，他眉心都跳了跳。你难道还真的是要我陪你一起死？牌位没倒，他心思一动，又问：那你总不能是因为不满意陆昭灵当我的王妃吧？牌位又倒了。你还当真不满？那下次我把他带来，你亲自跟他说。晋王转身就走。夫人，府大夫今天真的会来？是他亲口答应的。府大夫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吧？倒是只听说府大夫难请，没听说过他言而无信。那就是他肯定会来的。不过听说府大夫与晋王关系不错，咱们请了府大夫，会不会对你有影响？林荣是刚从外地带妻女回京续职的，之前他就已经打听到一个消息，这次如无意外，皇上会把他留在京城，也极可能升官。京城不知道多少人请过府大夫，或是想请府大夫，所以皇上应该不会介意的。我是为了女儿，皇上会谅解。他们回京的路上，女儿染了怪疾，一路经过医馆不少诊所，没有一个医馆能够医治。回京城之后，吴氏也去跑了几个医馆，请了几个大夫，谁都束手无策。现在最后的希望落在府大夫身上了。府大夫来了。府大夫带着药童进来，看到林荣，他就愣了一下。林大人，府大夫还记得我？当年太上皇称赞过林大人，说大人刚正不阿，断案如神，所以老夫印象深刻。当部的太上皇夸奖。走吧，先看看令千金。看到女儿这个样子，吴氏的泪水又要掉下来。昨天林夫人说，小姑娘这样已经半个月了，半个月之前她是怎么样的？因为一路上她几乎都是睡着的，醒来时眼睛也难以睁开，我就一直没有看过。她也没有想过自己动手去掀开女儿的眼皮，血红的眼瞳。这是怎么回事？嫣然以前不瘦的，她爱吹也不挑食，而且整天在外面骑马射箭，很是活泼，不是那些纤弱小姑娘。她的手原来也是有
有肉的，但是自从生了病，他就一天一天瘦下来。说来也是很奇怪，他的手瘦得特别快，而且手上的皮肤也变粗糙了。我们给他抹了好些绑霜都没有用。他一直没醒。之前海龙人醒来能够被喂着吃点东西喝点水，这2天是一直没醒过来，没法喂东西，只能勉强喂1-2口水。对了，前天醒过一次，喂了些东西但全吐了。福大夫给林嫣然检查过了，又把了脉，但结果让他心猛地一沉。林荣也是会察言观色的，一看到福大夫的神情，他顿时就觉得不对。福大夫，小女士得了什么病？福大夫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实话实说。令千金14岁。怎么了？这岁数难道是有什么问题吗？可是他如今身体衰弱，气息虚弱，脉象就如同6旬老毛。你说什么？吴氏受了打击，差点瘫坐下去，林荣赶紧扶住了他。福大夫，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衰老的极快，脉象显示他现在身体就如同一个病弱的老人，没有什么生机。才14岁的孩子，本来脉象应该是有力的，心跳和血气流通都自有一股生机，还有皮肤和血管按压也有不一样的弹性。福大夫指了指他的手指甲，看到他的指甲了吗？一个人身体好坏，生命力是否旺盛，从指甲也能看出一二。所以他这一定是因为生病了，这个病治好了就会恢复的，是不是？不是，我可以给他开个温养的方子，兴许能够让他衰老的速度放慢，再施针3日，通行血气，应该能够清醒过来。但是我也没办法让他恢复如初。为什么？因为老夫诊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病，也就是说他只是变老了，但却不像是有疾病在身。林荣脸色一变，福大夫，您救救我女儿吧，她以前真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她真的就是病了，我求求您了，您要多少诊金都可以。现在最重要还是让他清醒过来，醒来之后还能再仔细问问发病之前他去过什么地方，或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福大夫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和孙子的情况，之前陆昭玲问过他们的。那现在林小姐这么奇怪的病，福大夫看向吴氏，陆二小姐可曾跟你说了什么？陆二小姐就是让你来找老夫那姑娘，你不是说你奉了她一程？那位陆二小姐也是大夫吗？她是福大夫的徒弟。这怎么可能？老夫可当不得她师傅。现在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老夫去一个地方，稍后回来。从林家出来，福大夫去了陆府。小姐，福大夫来了。陆昭玲听到福大夫来了，眸光微闪，请。福大夫进来，看到陆昭玲第一眼就咦了一声。二小姐看着好像精神好多了，多谢府少夫人送的那些补品。二小姐，你是不是知道林小姐是怎么回事？林小姐就是那个吴氏的女儿。哦，不知道啊，我又没有见过林小姐。不过看福大夫这样子，他心中一动，林小姐的病有古怪，古怪得很，我治不好。怎么个古怪法？林小姐才14岁，但是身体和脉象都像60岁的老妈，那双手也是骨瘦如柴，像是爪子，皮都皱了，眼看着就要长出老人般的模样。青妮和青宝听到了这话，也都瞪大了眼睛。还有这种病？但更古怪的是，我根本就诊不出来她得的是什么病。我能让她清醒过来，只是醒过来之后，她那身子也得喝药温养着了，说不好还没几年可活。她现在还晕迷着，除是双手，脸也变老了吗？脸还行，但脸色也是相当差。对了，她眼瞳竟然是血红的。二小姐，她是不是也是沾了什么死气？她不对劲，对不对？陆昭玲见老大夫这激动的模样，忍不住失笑。福大夫，你激动什么？也不是激动，就是想着是不是又可以看到二小姐救人。林家是刚搬来京城的，林家也算世家。林荣是大房最出色的后辈，他年轻时就被当时太上皇放到了京兆府，当府饮食断案如神，又铁面无私，当年在京城也有很大名气。老夫是想着二小姐不是说可以出诊收诊金吗？林家不缺这银子。陆昭玲笑了起来，他算是明白过来了，所以福大夫是给他揽客呢。福大夫说林嫣然3天能醒，是，那就等他醒了之后，福大夫还是问不出他的症结，再跟林大人提一提吧。